我刚跑大车那几年，师傅常跟我说，官道能挡煞，所以轻易不要离开正路，也不要理会那些一直站在护栏外的东西。只是最近，我在行车的路上，总能看到我已经死去的发小。起初，他还只是站在护栏外，僵硬地抬着腿，但是慢慢的，他已经能一条腿跨到护栏上，半个身子探到公路上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龙长洞，你怎么那么狠心？你跟东子一块长大，他客死异乡1年多了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入不了土，下不了葬。唐东的母亲又找上门来了，怀里还抱着唐东的遗照，一大清早就堵在我们家门口，没见到我面就直冲屋子里嚷嚷，让周围邻居都不得安生。我岳母被他气得脸孔发白，指着唐东的母亲骂道：唐东下不了葬，那是他自作孽，是他的报应。他当初落井下石，算计我们家长洞的时候，怎么不念及一块长大的情分？我出去买早餐刚回来，见到这一幕，生怕再把我岳母气出病来，忙让我女儿先把他外婆拉进屋子里去。唐母见到我，声音又软了下来，扑通往我面前一跪：长洞，我知道是东子对不起你，但你自小就是个心胸宽大的孩子，咱们又是那么多年的老邻居。再说东子当初也是跟着你才出去跑大车的，现在他人没在了路上，你就真忍心不管不顾吗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唐母，又看到他怀里紧紧抱着的唐东遗照。唐东死了1年多了，那黑白轮廓此时在我眼里是既熟悉又陌生。东子，你帮帮我。医生说了，你嫂子的病只要及时做手术就还有机会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，我跪在唐东的家门前苦苦哀求，就看在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哥求你了。唐东眯着眼睛看着我，嘴角冷冷一翘：龙长洞，你他妈想当谁哥呢？你现在连我家的狗都不如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唐东把我用身上仅有的200块钱买来的排骨扔给了他家的狗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我印象里我从小护到大的兄弟了。我跟唐东都是泥腿子出身，唐东是我从村子里带出来的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把他当成比亲弟弟还亲的兄弟。我天生长得高大，身材也魁梧，小时候就是孩子堆里牵头的大哥。唐东那时候长得矮小，体弱多病，话也不多。因为我们两家是邻居，家里的长辈都让我多照顾他，我便时时把他带在身边。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唐东。家里大人都出去干活了，也是我带着唐东吃饭，四处玩耍。我和唐东都不是读书的料，在村里混到18岁，我就先一步出去跑大车了。我找了个好师傅，学了2年，能自己上路后把唐东也带了出来。那个年代，跑大车虽然有风险又劳累，但来钱很快。我仗着人高马大，又天生八字硬，火气旺，刚出师就敢带车冲煞。冲煞是跑大车这一行的规矩，新路线开通不能盲跑，必须有人先走一趟，冲一冲路煞。等有人把线路走通了，其他师傅才能放心地跑。冲煞并不容易，那个年代路况和治安都不太好，夜里跑车又常遇上些奇怪的事，愿意干的人并不多。但是冲煞能比寻常跑车多挣一份佣金，还能收到很多红包。我就靠着这门手艺多赚了不少钱。后来带着唐东跑车，他胆子小，一路上有什么事我都把他护在身后。冲煞的佣金我也都分他一半，我从来不让他单独冲煞，就怕他遇到危险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他，是我把他从村子里带出来的，我一定平平安安地把他带回去。我跟唐东在同一年成了家，还合伙开了一家物流公司。我本来以为我们的兄弟情谊会延续一辈子，但我没想到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头一个被刺我的人就是他。或许是我的命太硬了，我刚过了30岁，父母就双双离世，我的妻子竟也随着重病入院。我忙着照顾家人，公司都交给了唐东。
而他就趁着我无暇分身的间隙，做空公司，转移资产，让我背上了巨额债务。可悲的是，直到公司倒闭那天，我都没有怀疑到唐东身上。后来，唐东开了自己的物流公司，在外面人模狗样的当着大老板。而我虽然从别人那儿借到了手术费，但依然没能留住我的妻子。妻子临终前对我唯一的叮嘱，就是远离唐东这个小人。我还有一儿一女和老岳母要照顾，我不能亲自去找唐东报仇。但老天有眼，没过3年，唐东就死了，死在了自己冲煞的路上。要了他命的那条新路线，最后还是我带车冲开的。对于跑大车的司机来说，如果因为意外死在了路上，下葬前是要去事故路段喊魂的，得把魂喊回来，骨灰才能安然入土。我师父也是因为冲煞出了意外，他的魂就是我喊回来的。但是唐东死了有1年多了，他家里人先后找人给他喊了6次魂，都没成功。唐家也是实在没辙了，这才把主意又打回到了我的头上。这次要是再不成功，东子就要彻底变成孤魂野鬼了。唐母淌了满脸的泪，抬手企图抓住我的衣角，我躲开了。我跟唐东不是死仇也是敌人了，我不可能去帮他喊魂。唐母还想再求，楼梯那边跑上来2个人。姨妈，哎呦，老太太。来的人是唐东的表弟江凯和小舅子赖志，这2个人跟我也是老相识了。江凯跟我们是一个村子的，赖志是隔壁村的，大家小时候都见过。江凯见到我还不大敢说话，赖志倒先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了。哟，这不龙哥吗？怎么现在住着破房子了？听说公司没了，怎么着，王八翻壳子还没翻回去啊？大志，唐母还想求我，被江凯搀扶起来，赶忙去阻拦赖志。赖志冲他一笑，老太太，你求他干嘛啊？就他一个人会开大车啊？你懂什么啊？唐母被赖志气得直蹦，家里都找了6拨人了，看事的师傅我都请了好几个了，这招魂幡再带不回来，你姐夫非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不可。我眉头一紧，听唐母这么一说，看来不是只有我见到过已经死去的唐东了。赖志是全然不把唐母的话放在心里的，他年纪不大，就在外面混社会，一直也没有个正经工作，3教9流的人倒是认识不少。你放心吧，老太太，我都听我姐说了，这喊魂的人我帮你找，这次肯定妥妥的。说完，赖志又回头瞥了我一眼，龙长栋，你别总惦记着我姐夫坑你的事儿了。在外面混了那么多年，技不如人就认栽，这茅坑里的蛆就是飞不上天，整天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赖志今天就是来找不自在的，我也懒得跟他废话。我回身抄起门后立着的木棍，向前走了2步，赖志和江凯就立刻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倒是唐母又一次挡在了我身前，长栋，婶子已经拉下老脸来求你这么多次了，今天就问你最后一句，东子的事儿你到底管不管？我差点被气笑了。我家接连3丧，唐东骗走了我的一切，今天他们是怎么好意思又站在我面前慷慨陈词地求我帮忙的呢？哪天你们要是想让唐东魂飞魄散了，我倒是愿意伸一手。想让我帮唐东喊魂？做梦！唐母被我噎得差点一口气憋过去，江凯扶着他，被赖志拉扯着往外走。找谁不比找他强？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。龙长栋，那么多年的兄弟，你没有心啊！唐母被拉出单元门口，又高声哭喊了起来。我岳母在屋子里听到动静，接了盆凉水，开窗就浇了出去，楼下又是一阵鸡飞狗跳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开着大车在路上，心里很着急。外面的天是黑的，路两边都是野林子，我隐隐能听到很多人的喊声，但具体听不清在喊什么。恍恍惚惚间，我的副驾驶上好像坐了一个人，我没有转头去看，心里好像知道是谁，又好像不知道。我只是一味的很着急的向前开。开了一会儿，
我头脑清楚了一些。我意识到自己这么着急，是因为老家有一个孩子丢了。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进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让我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但又觉得很怪异。这个村子跟我老家的村子很不一样，但我又下意识地感觉这里离我老家并不远。我们那一片的村子从前都很落后，我小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又矮又小的，一家几口人都要挤在一起睡。但是这座村子里的房子都是宽门大院、大瓦房，只是看起来都黑洞洞的，像是很久都没有人住了。道路转眼到了尽头，我不得不停了下来。一栋造型怪异的房子堵在了我的车前，这房子像是八角形的，通体白墙黑瓦，却没看到大门。我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车子的大灯打在这座房子上。我忽然看到一扇玻璃窗后面站着一个孩子，他好像也看到我了，开始猛烈地拍打窗子，冲我大声喊着什么。我依稀听到了，他好像是在向我求救，哥，救我！是唐东。梦里的我不再是30几岁的成年人，我也变成了孩子的模样。我有些着急地朝着那栋房子跑去，背后却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拍打声。我猛地回头，就见我大车上副驾驶的位置有一个人在不停地拍打我的挡风玻璃。这时我车头的大灯暗了一些，我一下看清了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是我的妻子。长洞，离唐东远一点。那是我妻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我一下从梦里醒了过来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。我醒过来时，天还没亮，屋子里很黑。我家住在6楼，窗帘飘忽忽地被吹起一个大包。我是忘记关窗户了吗？我有点迷糊地起了床，想把窗关上，可刚走了2步，突然觉得不对。我的卧室并不大，窗帘被吹成这样，我竟然没有感觉到风。就在这时，鼓起来的窗帘猛地缩回，裹成了一个人形。我又一次听到了唐东的声音，却不是他成人以后的声音，而是他还是个孩子时的声音。他说：哥，我找不到门啊。我摸到床边的打魂边，抬手就是一鞭，窗帘被我抽得啪的一声响，瞬间就垂回了原来的位置。我几步上前，一把拉开窗帘，窗帘后什么都没有，窗户也关得好好的。我住的小区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环境并不差。此时楼下的路灯还亮着，路边的树影打在楼宇之间，影影绰绰，也看不清有没有人影。我不知道刚才的一幕是不是我的幻觉，但唐东那句哥，我找不到门啊，却让我觉得莫名熟悉，就像我梦里的那个村庄一样，我好像曾经听到过，见到过。可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依稀记得唐东10岁那年确实丢过一次。那天我跟着父母去镇上赶集了，回来才知道唐东跟江凯他们几个孩子去山里玩，人家别的孩子到了饭点都回家了，就唐东没回来。那天晚上村里很多人都去山里找唐东了。我们村庄附近的山并不高，就是几个小山丘中间围着一个山坳。平时孩子们在山丘上玩玩，村里的大人都是不管的，但是大人们也会一再严令，不能往太远的地方走，尤其是那个山坳。为了吓唬小孩子，村里的大人把那个山坳传得跟地狱一样，说里面有鬼、有狼、有吃人的妖怪，反正是怎么吓人怎么来。唐东丢在了山里，孩子们都传说他可能是被山坳里的妖怪抓去了。知道唐东丢了，我也很着急。那天早上，唐东本来嚷嚷着要跟我去赶集的，但我爸的小3轮装不下他，他在门口哭喊了好久。回来后，我爸妈都跟着进山去找唐东了，我被留在了家里。我心里很后悔，我心想我早上要是留在村子里，没去赶集就好了。有我在，唐东肯定丢不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心焦了，我在家里坐立难安，好像总能听到唐东在喊我：哥，救救我！声音时远时近的，我想仔细去听时又听不到了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偷着出了家门，也进了山。
我是怎么找到唐东的，我想不起来了，但确实是我把唐东带出来的。我们出山时天都亮了。说来凑巧，就是救出唐东那天，我在山丘下的一个水沟里发现一个跌进去的老头。那老头一身道人的装扮，但看起来疯疯癫癫的。我把那老头从水沟里拉了出来，他坐在地上，定定地看着我的脸，突然怪异的一笑：修罗像，菩萨心，你这辈子注定要吃阴阳饭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老头却把缠在他腰间的一根怪异的桃木鞭送给了我，他跟我说，这叫打魂鞭，让我一定要收好，关键时候能救我的命。那根打魂鞭，也就是此时此刻我握在手里这根。第二天，我运了一车酒水去隔壁市。我这次的主顾也算我的回头客，只是他上次找我，不是为了运货，而是为了解阴事儿。公司破产这几年，为了还债，除了跑大车，我也偶然接了不少帮人除邪驱煞的活儿。就像当年那位老道人预言的一样，还真吃上了阴阳饭。魏章就是其中之一，他本身是个善人，却被人卖了功德，用来养育。年纪轻轻就得了阴病，每日身上都像背了块大石头一样。他当时找的师傅，让他寻个八字硬的人帮他破事儿，他就找到了我。我帮他挖出了那块玉，从那以后，我们也是过命的交情了。我把货运到地方，魏章正在门外等着我。他一见到我，立刻一脸愁容地迎了上来：龙哥，你托我办的事儿没成。当初给我看事儿的师傅，一听说我介绍的客户是你，立马闭门谢客。我把价码翻了好几番，人家就一句话：管不了。我倒是没太意外，魏章不是第一个给我这个回复的人了。因为唐东总缠着我的事儿，我也想找个有能耐的师傅看看。毕竟我自己只是个出蛮力的，到底不是专业的。我托曾经的客户们找了一大圈，问了好几个师傅，结果都是一句话：管不了。魏章愁的眉头都皱成一团了：龙哥，你能不能再等等？我托人再问问，这年头有点本事的师傅不太好找，得多费些功夫。我拍了拍魏章的肩膀：暂时不用了，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，实在不行我就自己解决。说到底，我就是不信唐东真的能变成什么厉鬼。冲煞这些年，能越过护栏上官道的邪门玩意儿，我也见过不少，没有唐东那种怂样的。我总觉得唐东这种情况的背后，可能还有别的原因。大不了，最后就是我去送他一程，要么魂飞魄散，要么乖乖下葬。我替魏章又运了大概半个月的货，这半个月倒是没再见到唐东。我都快把他忘了的时候，意外接到了老家村长的电话。我们老家的村子虽然穷，但年头长，老一辈人都是互相扶持着从最难的年头过来的，彼此都很有感情。村子里有祖坟，我的亲人们也都葬在那，平时村里的乡亲们帮忙照看着。我管村长叫叶伯，他年纪比我爸大，身体很硬朗，为人也很正派，对村里各家各户都很照顾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叶伯这次打电话来，声音沙哑又虚弱，说话也是犹犹豫豫的。长东，你有没有时间？有时间你回村子一趟吧。怎么了，叶伯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问道。叶伯沉默了好长时间，我隐隐约约听到叶伯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吼叫，声音被压着，像是被人堵着嘴。是有些事，电话里不好说。行，我明天就回去。我能听到叶伯嗓音里的颤抖，所以我没有再多问，干脆地答应了下来。老家离我住的城市并不远，开车一个上午就到了。这些年，村里已经比从前富裕了不少，道路修得平整又宽阔，家家也都建起了新房。我快到目的地时，四周阴了下来，一大团乌云笼罩在天空上。我刚下高速，就看见前面一辆三轮车拉着一车花圈纸扎，朝着我们村口的方向开了过去。村里是有人办白事吗？我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，叶伯在电话里也没提起。我刚开到村口，就见刚刚送纸扎的三轮车把一车的东西胡乱往村口一扔，连个接收的人都没找，
直接掉头就跑了。我打开车窗想招呼一声，问问是给哪家的，可那司机连头都没回。此时天越发阴沉了，我只好开车进村，想着先去叶伯家看看，可没走多远，我更觉得奇怪了。村子里太安静了，虽然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，但我们村子不算个小村，有100多户人家，怎么也不至于连声狗叫都听不到。而且我经过的人家几乎都大门紧闭。现在正是中午，村子里连点烟火气都没有。我皱紧了眉头，车速也慢了下来。这时我终于在路边看到一个人，他背对着马路，蹲在草丛里，迎面就是村里的排水沟。我一时没看出这人是谁，等靠近一些了，才恍惚认出来，好像是村里的混子马三儿。他和我年纪相仿，我们也算一块在村里长大的，只是关系平平。我透过车窗招呼了一声，草丛里的人却好像没听见，一直蹲在水沟边上，埋着脑袋一动不动。我琢磨着，这人说不定是喝多了。等我开到叶伯家门前，天边已经隐隐传来雷声。我车子还没停稳，一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突然撞破了叶伯家的大门，冲到了我的车前。好在我已经踩了刹车，大灯晃到那人脸上，看看停了下来。叶伯那边也冲了出来，领着2个村子里的人，把前头的人按住了。我赶紧拧了钥匙下车，那撞死疯癫的人一见到我，立马哭喊了起来：“龙哥，救我！龙哥，救救我！”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唐东的表弟江凯。龙哥，龙哥！这时候其他人已经按不住江凯了，他正命似的朝我扑了过来，直接抱住我的大腿：“龙哥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”我迷惑地抬起头，叶伯的脸上已经没有血色了。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？叶伯，江凯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叶伯长长的吐了口气，冲我摆摆手道：“先进屋吧，长栋，我慢慢跟你说。”我拽着江凯跟着叶伯进了屋子。没想到叶伯家里除了江凯，竟然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叶伯的儿子叶小武。叶小武被绑在床上，嘴里塞着布条，眼睛瞪得浑圆，满是血丝。哪怕被堵着嘴，他也在拼命地朝每一个路过的人嘶吼。叶伯就这一个儿子，他见到叶小武的样子就红了眼睛，转身面对我就要跪下。我连忙扶住他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啊，叶伯？我爸妈去世那阵，村里人都帮了不少忙，尤其是叶伯。”叶伯声音也哽咽了，他拉着我的手道：“长东，这事儿本来找谁也不该找你的，可我真的没办法了，10里8乡的仙姑、太爷我都请了，可没一个管用的。再这么耽误下去，小武和江凯恐怕都不行了，咱们村子也要完了，能走的都走了。您就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咱村子长大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肯定不会不管的。”得了我的保证，叶伯才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一切还是因唐东而起。10天前，唐东父母忽然回村，说要给唐东下葬。不知道赖志从哪里找的人，唐家都称呼他周半仙。这位周半仙说，唐东的第7次喊魂成功了，他也确实带回了唐东的招魂幡。唐东父母照着周半仙吩咐，要回乡再办一次葬礼，并且停灵7天，以安抚在外漂泊太久的唐东魂魄。村里人都淳朴，又都是老邻居，大家还帮着张罗。只是唐家的灵棚搭起来后，村里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了。唐东的尸体早就火化了，可唐家还摆了棺材在院子里。那棺材也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，颜色鲜红鲜红的。自打那棺材被抬进村里，村里的狗和鸡就都不叫了。一到晚上，四处安静得吓人。村里的老人觉得不吉利，找唐东的父母问，都被唐东父母以高人的吩咐7天后就都好了之类的话搪塞了过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才停灵到第3天，村里就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问道。马三儿死了，淹死在水沟里了。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马三儿已经死了，那我在路边看到的人是谁？再说
我们村里的排水沟非常浅，现在这个季节，里面的水连脚面都没不过去。一个30几岁的成年人，怎么可能淹死在里面？警察说，可能是因为喝了酒，大头朝下，栽在水沟里了。叶伯明显也是不相信的，但眼下也没有别的解释。马三儿一死，村里的人就更觉得不对劲了，很多人去堵了唐家的院子。那周半仙也在，他倒是很镇定，直言出了这种事，是因为唐东对村里的人有怨气，停灵7天，及时下葬，才能彻底散了唐东的怨气。否则，哪怕现在就把唐东埋了，村子里还是会继续出事儿，被怨灵盯上的人是怎么也逃不掉的。村里人不敢轻举妄动，家家大门紧闭，心想能挺过剩下4天，也许就没事了。但只过了2天，村里就又死人了。徐金元也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我和他最不对付，因为那人很喜欢拉帮结派，仗势欺人。赖志和马三儿都曾经是他的狗腿子，我要是不在村子里，他们就四处欺负人。这些年，徐金元一直在外面做生意，很少回村子了。叶伯说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村里正闹着怪呢，徐金元恰巧就回来了，说是梦到他爸妈了，想回来上个坟。结果第2天就发现他死在自己家里了。警察说是急性心脏病发，人拉走时，村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说是徐金元表情异常惊恐，像是被活活吓死的。这一下，村里人待不住了，能走的都走了，就剩下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老弱病残。叶伯本来也可以走的，但他不放心村里人，就撵着叶小五让他自己出去躲一躲。没想到叶小五就出去住了1个晚上，第2天就浑浑噩噩地回来了。他说他走不了，走不出去，东子不让他走。听得叶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心想再有1天唐东就下葬了，就再挺1天吧。就这样又过了1天，唐东要下葬了。唐家的阵势摆得很大，院子里还准备了酒席。村里人本来都是不想去的，可又怕不去也被盯上，硬着头皮就都去了。那周半仙像模像样的又开坛又招魂，最后让人开棺捧骨灰，举招魂幡。结果那血红的棺材一打开，一股黑气就窜了出来。唐父硬挺着去捧骨灰盒，可那骨灰盒活像是镶嵌在棺材里了，怎么都拿不出来。赖志和江凯都抖着腿去试了，但都是做无用功，那看起来不大的骨灰盒竟像有1000斤重。此时那血红的棺材就像张着大嘴的怪兽。四周的天都暗了下去，本来晴好的村子刮起了一阵阵怪风，村民们哪还坐得住，都纷纷跑回了家。叶伯堵着周半仙让他想办法，周半仙说等他休息半刻再开一次坛，一定成功。叶伯就让赖志陪着周半仙，也有意让他看着点儿。可没想到赖志带着周半仙一块跑了。这下唐东的家人彻底崩溃了，除了跪地哭嚎，什么主意都没有了。当晚江凯也疯了，叶小五开始大吼大叫，甚至开始攻击人。叶伯没办法，只能绑住他。接下来几天，孤立无援的叶伯开始四处找人，附近村子能打听的都打听了，大部分都没什么用，只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仙姑答应过来看一眼。可那仙姑只走到村口就立刻退了出去。仙姑说，咱村子是让人算计了，那血棺就是吸人精魄，用来炼化厉鬼用的。东子的骨灰可能早就被人动过手脚了，现在放在血棺里已经是最后一步，再不下葬，他的戾气会越来越重，村子里会接连死人。叶伯叹着气说，可是东子的骨灰盒现在动不了，这简直就是个死局。那仙姑让咱们好好想想，东子是不是出过什么事儿？骨灰嵌入血棺里动不了，很可能是魂魄不全。那做局的人选中唐东，应该就是看中了他魂魄不全这点。我听了，就又请那仙姑算了一卦，东子的喊魂倒确实是成功了，那丢魂应该就是从前的事儿。我一下想起了我做的梦，难道是20多年前唐东在林子里走丢那次？没错，
叶伯几乎是肯定了。这2天，江凯和小武说了不少疯话，我在旁边听着，应该就是20年前的事儿。叶伯说完，又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我左思右想，当初是你把东子找回来的，这一次恐怕还得是你。要不是小武和江凯的命都搭在这儿了，我真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。没事儿，叶伯，我和唐东也算一场冤孽，总得有个了结。我应承了叶伯，隔天就去山里给唐东招魂。当晚我就睡在了叶伯那儿，我心里有事儿，也没有睡得太沉，估计快到凌晨时才有了一点睡意。迷迷糊糊间，就感觉有几滴冰凉的水珠落在了我的脸上。我想睁开眼，可却发现眼皮动不了了。一股腥臭的气息逐渐接近，身体变得越来越重，我心中警铃大作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虽然没能睁开眼，但我依然看到了黑暗里的东西，是淹死的马三儿。他就站在我的床头，那张被泡肿的浮白的脸就在我的眼前。妈的，欺负到你爷爷头上来了！我心中怒气顿生，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，狠狠掰了一下，瞬间摆脱了被桎梏的感觉。我直接抬起了手，一把掐住了马三儿的喉咙。水一样的寒意从我的指缝中溜走，我迅速坐起了身。房间里已经没有那黑漆漆的影子了。我打开了灯，只在地上看到几个淡淡的水印儿。到了早晨，叶伯给我做了很多吃的。这次是招魂，不是喊魂，用不上打招魂幡，拿一套唐东的衣服就行。唐母一大早来给我送衣服了，半个月不见，他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，见到我也唯唯诺诺的。长栋，我们一家都对不起你。我们老两口也不懂东子那些事儿，就凑了10万块钱，你别嫌弃。叶伯坐在一边，看着唐母拎来的兜子，冷冰冰地说：你们要真有点良心，当初东子从长栋那儿骗出去多少，你们就该都还给人家。唐母被说的脖子一缩，低下头道：东子的东西都在他媳妇手里，他们还有孩子，我们老两口也没别的办法。叶伯别开头，把手里的烟杆敲得砰砰响。你们家真是造孽！我早就不指望唐家人能把公司还给我了。唐东经营不善，他手里本来也没什么资本了。我对着唐母直言道：唐东搭了2条人命进去，招魂能不能成，我不做保，但我会保村子里的人。实在不行，最后就是毁棺破坛，挫骨扬灰，那也只能算唐东自己的命不好了。唐母流着眼泪想给我跪下，但想了想可能也没什么意义了，最后绝望地点了点头。唐母刚离开，村子里又乱了起来。一辆小汽车横七竖八地开进了村里，车上下来的竟然是赖志。大家都知道那个周半仙是赖志找来的，几个村民一见到他，立刻拧着他的胳膊，把他送到了叶伯家里。赖志这时候还在嘴硬，他嚷嚷着自己也是被人骗了，他以为那个周半仙是真有本事的。再说唐东的招魂幡也确实是那个周半仙带回来的。赖志被推进叶伯家里，看到我还特意挺了挺后背，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。可我却发现了他的腿肚子都在抽，分明就是被吓到了。唐东去找你了吧？你也走不了了。我直言道。赖志脸色立刻就变了，他瞥了我一眼，想了想，气哼哼地道：我们逃不了，你也一样。唐东最恨的就是你，你闭嘴吧！叶伯都恨不得一棍子敲死赖志。你知道你把村子害成什么样了吗？怎么能说是我害的呢？谁知道那是个骗子啊！赖志是打算赖到底了，我人也回来了，你们大不了打死我，我给你们偿命。说得冠冕堂皇，可谁能真把他打死？村民们被气得七窍生烟，叶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看了一眼唐母留下来的衣服，转头对赖志道：用不着打死你，我晚上要去给唐东招魂，你跟我一起去。赖志一愣，这下差点跪下去：我不去，你没得选。我走上前拎起赖志的衣领：你要么老实的跟我进山，要么我把你填到那口棺材里去。招魂的在晚上，
我们是傍晚出发的。赖至1000个不愿意，10000个不愿意，可也只能紧紧地跟着我。叶伯本来也要一起去的，被我挡了回去。山坳的位置我有印象，循着记忆，我们打着手电筒往林子里走。一开始天上还有点光，到后来四周都黑了。赖至跟在我后面，牙齿都开始打颤。唐东为什么去找你啊？我开口问道。我怎么知道？赖至此时是很不想回答这种问题的，可跟我说说话，他好像也能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我好歹是他小舅子呢，他也是不分亲疏远近，我又没有故意害他。20多年前也没有吗？赖至这时候也知道，唐东很可能是那次进山坳以后丢了魂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那时候年纪小，也没想到会出事。是啊，那时候年纪小。对于村里的孩子们来说，山林深处的山坳是大人口中的禁地，也是他们内心最向往的地方。他们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，但又不敢自己进。那天我不在村里，唐东被叶小五带着，跟徐金元他们玩到了一起。一伙人吵吵闹闹地上了山，走到了林子深处。山坳的入口就像泛着金光的宝洞，在召唤着他们。最后在徐金元的命令下，赖至、马三儿跟着起哄，连炸带唬的把唐东赶进了山坳。唐东被迫走进山坳后，又跑出来2次，但都被徐金元吓了回去。马三儿还朝他砸了好几次石头。他们逼他一直往深处走，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等看清楚了，再出来告诉他们。江凯那天本来想帮唐东来着，但他害怕徐金元，所以一直没吭声。而且当时那个场面，一群小伙伴闹哄哄地等在山坳外面，谁也没想到真会出事。后来眼看时间越来越晚，唐东迟迟没有出来，林子里也渐渐黑了下去。大家都待不住了，各自找理由跑回了家。这些事儿也是我后来问很多人才问清楚的。我把唐东找回来后，他高烧好几天，恢复以后对于进入山坳的事记得也不清楚了。但似乎就是那之后，我发现唐东的性格变了一些。他还是胆小，可没有那么单纯了，也不再谁的话都相信。他开始会告状，会计较。慢慢的，村子里也没谁敢欺负他了。我姐嫁给唐东这么多年，唐东从来没跟我说过当年的事儿。赖至还有些委屈，早知道他这么在意，我给他道歉就得了呗，磕2个头也行啊，至于这么不死不休的吗？林子里不知道什么动物窜了过去，赖至整个人被吓得一蹦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你也知道害怕。赖至不再吭声。我们在林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终于到了山坳的入口处。这里很久没人来过了，草丛都长到了半人高。我捡了根棍子，一边打草防蛇，一边往里走。赖至跟在我身后，越走脚步越慢。我回头瞪着他，这次你要敢再自己跑回村，我保管把你抓回来，独自扔进山坳里去。赖至不敢吭气，仅走了2步。龙哥，你当初是怎么把唐东找回来的啊？当时村里那么多人进山，都没找到唐东。我不知道，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赖至头发都竖起来了。那你知不知道这山坳里有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此时也觉得有点奇怪，我好像从来没好奇过山坳里有什么，甚至连问都没问过。我可是问过我爷爷的，也是我长大之后，我爷爷才告诉我，这山坳里有个村子。赖至见我没吭声，自顾自地道，我爷爷说那个村子特别邪门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，就好像是突然出现的。而且那村子特别富裕，当年周遭的村落穷的都要当裤子了，这村子却全是大瓦房，甚至连路面都铺了石砖。我爷爷他们当年好奇，去过几次，有时候能进去，村里的住户还给他们糖吃，有时候就不让进，村口都有人守着。不过那村子虽然奇怪，但经常在附近村庄采买粮食蔬菜，出手很大方，大家都跟着沾光，村民们还挺喜欢他们的。但是后来那村子里的人就像当初突然出现一样，又在一个大雷雨的夜里突然消失了。消失了。
我回头看了赖志一眼，此时我才终于有了点好奇心。是啊，赖志见我搭理他了，连忙道：我爷爷说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几天雨特别大。有一天天上疯狂打雷，把夜晚都照成白天了。附近的村子突然就听到山坳那边轰隆隆一阵巨响，当时村里的老人都说坏了，搞不好山崩了，那山坳里的人恐怕都要被埋了。等好不容易雨停了，几个村子里的人就进山去查看，结果那山坳里就空了，村里的人都没了。我爷爷说，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村里的人是出去避难了，可过了好久，那村里的人都没回来，眼看着村子就荒了。那年代大家都穷啊，那么好的大瓦房，附近的村民早就眼馋了，跟着就一波接一波的人进山扒房子、拆砖墙，把能用的都拉回来了，那村子也算彻底没了。你说那村子彻底没了？我问道。是啊，赖志还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脚底下，一直没抬头。我却停下了脚步，看着前方。那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赖志闻言疑惑地抬头，瞳孔瞬间僵住了。就在我们俩的正前方，一座完整的村落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坐落在那儿，家家都是宽门大院的大瓦房，道路平整宽敞，连汽车都能开进来。除了完全没有人声，任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座荒废了几十年的村子。这不对劲啊，龙哥！赖志一把抓住我，咱回去吧。这不对劲，这肯定不对劲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村子我见过。我拖着赖志往里走，记忆一点一点复苏。当初我闯进山坳里找唐东，见到的就是这座村子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这村子好像完全没变样，连根杂草都没长。20多年前的夜晚和此时此刻的场景似乎在逐渐融合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被我拖在身后，眼泪鼻涕横流的赖志。他还在哭喊着，从前都是我嘴贱，是我不好，你放过我吧，龙哥！我害怕，我真的不行。我不搭理他，也不打算放过他，就扯着他往里走。等进了村子，周围的房子都是黑洞洞的，门扉悄然关着，有的窗户拉着窗帘，但会嵌开一点小缝，就好像窗后有人站着，正在黑暗里无声地看着我们。20多年前，我刚一进村就大喊着唐东的名字。其实那时候我能听到周围很多村民喊唐东名字的声音，但我愣是一个人都没遇到。有人吗？我大喊了一声。唐东，你在哪儿？我的余音在山坳里回荡，不知哪里似乎传来一声极细微的嘎吱声，就像有屋门被推开的声音。赖志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回过头，却并没有看到哪个房子的房门被打开了。此时我们已经走到了村子内部，那些黑压压的房子围拢着我们，数不清的窗户窥视着，在我每个转身的瞬间，好像总有影子在角落里一闪而过。我喊了很多声，都没有人回答我。赖志扒着我的手臂，嘴唇颤抖了好半天，才用气音说了句：跑吧，龙哥，求你了，咱们跑吧。我没搭理他，转身继续往前走。越往村子的深处走，越能发现这村子其实建得很奇怪。它不像周遭的老村子一样，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的。它的建设明显有统一规划的痕迹，这里所有的房子都好像是复制粘贴的，几乎都是同一形制。我们转过了一条几乎是直角的弯路，赖志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这里的路面都是石砖铺的，很平整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见赖志抖着手从地上捡起一截麻绳，那麻绳系着环扣，一端绕出一个刚好能套进人头的圈。赖志顿时尖叫一声，把那绳圈扔了出去。他人也是下狠了，竟然直接挣脱了我的手，疯了一样的朝外面跑。我没来得及喊他，他也没能跑出几步，因为我们突然听到了人声。哥！那声音沙哑又飘忽，在夜里像是传出了好远。是唐东！哥，救救我，哥！赖志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我也不再管他，循着声音朝前方走去。
这次没走多远，我见到了那座房子，也可能是这座村子里唯一一座形状不同的房子，就像我梦里的一样，白墙黑瓦，有8面围墙，只是比我梦里的更高大，也更宽阔，像是一座封闭的礼堂。20多年前的记忆再一次袭来，上一次我也是在这儿找到的唐东。我沿着墙壁一直走，这里有很多落地窗，但里面很黑，看不到什么。突然有人在里面砰砰砰地敲起了玻璃。哥，是唐东。我找不到门啊，哥。年幼的我着急地和恐惧痛哭的唐东一起绕着这奇怪的房子走，四处都是封闭的窗子，可就是没有门。当年我们是绕到了东南方，我突然发现那一个方向的玻璃很透明，月光能洒进那黑洞洞的房子里去。唐东后面是空的，有栅栏，但是没有墙，似乎内部是中空向下的。我捡起地上的石头，猛砸那一侧的玻璃。那一侧的玻璃比其他方向的更薄更脆，最终让我砸出了一个洞。这一次我又走到了东南方。小的时候没注意到，其实这个方向就是这座建筑的正向，它的房顶上还挂着一块匾，窥天台。赖之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，他压根没敢自己逃出去，一直踉踉跄跄地跟着我。你知道，听赖之的语气，他好像有点吃惊。赖之的眼神有些复杂，也很困惑。我请的那个周天师就是窥天台的。这个窥天台听着好像什么组织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朋友说很厉害，好像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，里面都是很有本事的人，说只要给钱，什么都能干。那你是怎么请到那个周天师的？赖之吧唧了2下嘴，不是我请的，那人是自己找上我的，他说我有机缘。我一听说是窥天台的，脑子一热就……赖之话没说完，猛地向后退了2步。我转过身，唐东就在我眼前。我当初砸碎的那块玻璃此时不见了，窗户大开着，唐东就站在那儿。他背后那空洞的房子内部传来一阵阵轰隆声。此时的唐东还是10岁的模样。我拿出他的衣服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唐东怔怔地看着我，又低下了头，似乎在看自己的脚。我随他目光看去，就见他脚腕上捆着一圈麻绳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那麻绳就猛地一紧，把唐东整个人向后扯去。我没有时间思考，直接越过了窗台，跳进那怪异的房子，几步窜到唐东身后，抽出打魂鞭劈向了麻绳。那麻绳很脆，应声而裂。此时那轰隆隆的声音就在我耳边，我人已经到了栅栏的边缘。这房子内部是个大坑，向下有3-4米深。此时那底部竟然还有光透出来。我向下看了一眼，就跟数不清的眼睛对视上了。那坑底站了密密麻麻、满满当当的人，他们全都仰着脑袋，抬着头看着我。这些人的脖子上全都套着麻绳。我从小到大很少感到过恐惧，越是危险的时候，我越是什么都不怕。大不了一死，我变成鬼，也定然是最凶狠的厉鬼。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感到毛骨悚然。我怕的不是那些聚集在坑底的怪异的人，也不是他们脖子上的绳套，我怕的是那坑洞深处看不见摸不着，可我就是知道那里曾经存在过的，现在可能依然存在的存在。我不敢再看，回身抖开唐东的衣服，把唐东兜头一罩，就向外冲了出去。时间其实只过了1-2分钟，赖之瘫在地上都还没爬起来，我已经跳出了窗户。快跑！赖之被我扯了一把，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，跟在我身后。这时候整个村子都活了，那些漆黑的窗户一扇一扇地亮了起来，四处都是房门被推开的嘎吱声。赖之紧紧闭住呜咽的嘴，一点不敢落后地紧跟着我。我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。20年前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但在我救出唐东后，我也是这样，背上他，脚步一点不停地拼命向外跑。突然
我好像撞到了2堵墙，我的四周变得很拥挤，似乎这宽阔的村路上一下多了很多人，他们在朝着我们相反的方向走，哪怕是被我撞到了，身体都一点不停。赖志也是这样，他太害怕了，脚本来就软，几下就被撞到了地上。我只能回身又把他拉起来，不想死就别停下。赖志哭咧咧地张着嘴，拼命点头。但是这时周遭的拥挤不再是全部朝着我们相反方向的了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很多力气已经转向了我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抽出了打魂鞭，鞭中隐隐有雷光闪过，我啪啪啪3鞭，身前顿时一空。快走！我喊了赖志一声，带着他疯狂向外冲。这时身后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大声响，好似周遭的山真要塌下来了。我听到了很多人的哭喊声，他们哀嚎着，似乎走到了末路尽头。接着我脚下一绊，赖志跟着一声尖叫，地下伸出了无数双手臂，伴随着哭喊声，他们在四处乱抓。小心，别耽搁！我又拽了赖志一把，几鞭砸到地面上，勉强空出一条能跑的小道。我们磕磕绊绊地冲向了村口。此时我突然想到，赖志他爷爷说，这村里的人几个雨夜后就都不见了。或许他们并没有消失，而是真的被埋在了地下。我们总算跑出了那座村子，我和赖志依然一步不敢停，硬是冲到了山坳的尽头。此时再回过头，明亮的月光洒了下来，哪还有什么村子啊？只有荒草里的一片断壁残垣。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想起，我为什么事后把那村子的事全都给忘了。因为我背着唐东逃出来后，家里的大人没有一个相信我的，他们都说那山坳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村子都被扒干净了，而且都过了那么多年了，就算有没被扒干净的房子，肯定也倒了。一定是我和唐东四处乱走，被吓傻了。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的。被大人否定了太多次，我渐渐也觉得可能是自己记错了。慢慢的，我就把那山坳里的事全都忘了。但是有些直觉和感觉还是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。或许唐东也是一样。我拖着赖志出了山坳，才下到半山腰，叶伯已经带着人来接我了。我没想到这个时候天竟然都快亮了。我把唐东的衣服带回了唐家，这次的下葬异常顺利。我很轻巧的就把唐东的骨灰盒抱起来了。我心里都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唐东要是再出幺蛾子，我就把他骨灰盒砸了，但他没给我这个机会。给唐东下完葬，我直接拿斧子劈了那口血红色的棺材。叶伯本来还想找人看看，但没来得及，江凯和叶小武很快就清醒了，两人都懵懵的，把这些天的事儿都给忘了。事后我也问过叶伯关于那座村子的事，叶伯说的跟赖志差不多，只不过叶伯告诉我，那个村子确实发生过山体滑坡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村子有一部分的建筑已经被埋在地底了，所以他没有见到过八角形的房子。不过去过那里的老人都知道，那村子确实有些邪性。为什么后来大人都不让小孩子们接近那里了？就是因为之前很多去扒房子、运砖块的大人回来后都病倒了，有的就像是中了邪一样，还企图拿麻绳上吊。事情闹得多了，那山坳就成了村民口中的禁地。但我想，那村子的一切跟那个窥天台肯定是有关系的。赖志说，只要有钱，那些人什么邪门歪道的活儿都肯接。我帮人驱邪除煞这段时间，砸了很多人的饭碗。有人已经放话，有高人在盯着我了。这次唐东的骨灰被人炼化，跟那个诡异的村子，还有那个周半仙，似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隐隐感觉，我跟这个窥天台，还有他内部的人，迟早会再见面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